敢想象吗？在这火车飞驰的100米大桥之下，隐藏着一个水中精灵中华鲟鱼栖息的世外桃源。我们放眼望去，美丽的峡谷中，马别河碧绿的河水缓缓流过，峡谷两岸树木绿意盎然，悠然的绿色沁人心脾。从远处望去，数条瀑布从悬崖奔腾而下，营造出这一处人间仙境。我们所要寻找的水中精灵中华鲟鱼就在峡谷之中。整个基地依山而建，耸立在峭壁上，瀑布从两侧流过，直奔谷底。这样的美丽画卷竟然在现实中真实存在。是谁这样独具慧眼，在此守护着一处灵泉，对水中精灵进行繁殖呢？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掀开水中精灵的神秘面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武。今天我们来到贵州省兴仁市的马宝树，我们今天呢要前往对面峡谷之上的鲟鱼养殖基地。我们想要到达对面峡谷之上的养殖基地呢，我们就要通过前面的这个铁路的高架桥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走到这个桥的中间了。由于这个铁路桥呢，时常有火车通过，我们只有8分钟的时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得快速通过。从这里呢，就可以将下面峡谷里的风景呢一览无遗了。已经马上通过这座桥了。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前面这里它有一个长期看守点的一个标志。只要通过这里呢，我们就能够顺利下桥了。我们前往鲟鱼基地呢，还得穿过这样的栅栏呀。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陡坡，再穿越下面的村寨，再迂回过去。我们现在呢是总算到达这个大马路之上，非常的平整啊。这里呢，由于地处呢比较偏僻，所以呢来往的车辆很少，我们就放心大胆的行走就行了。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去啊，刚刚我们通过的那个隧道之下的那个山头啊，非常的险峻。我们可以走到马路对面来看的话，可以看得到，刚刚我们行走过的那个铁路高架桥呢，差不多有1公里左右，跨度非常的大，高度也非常的高。我们到这里呢，就已经进入了一部分的这个鲟鱼基地。可以看到下面的水里呢，还是有一些鱼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已经来到这个基地的门口啊，我们直接进去。我们一进到它这个基地里面啊，它这个基地里面的这个水源十分的丰富啊，随处可见都在出水。这棵榕树呢，生长的条件非常的苛刻，它直接从墙里面长出来，而且长成了一个参天大树。由于我们来的比较早啊，现在来吃喝玩乐的人呢还不是很多，我们抓紧时间去参观。我们一进来啊，迎接我们的就是一个元老级别的员工啊，一条大花狗，它也是这个老板养在这里的，你看一下，非常苍老。它这个位置啊，它的水源直接顺着这个通道流到各个养殖池里面去。姐，我看你们这里面那个以前不是有那种特别大的那种鲟鱼吗？在下面喂这个。
要几十斤重的有啊。几十斤重的啊，因为我们就专门来看那个大鱼，捡的这个吃的了。它那种白色的是啷个回事？那种会有白色的鲟鱼啊？它白鲟。白鲟吗？哦，是另外一种品种啊。对。好。好。好，我们呢，这个叔叔带我们去看一下，不然的话我们直接找不到。这里高的那款，最大的一块哈。几十斤重的。几十斤重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个叔叔说了，这个最大的鲟鱼啊，有70、80斤那么大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我们要注意安全啊，走到这个上面。这个水里啊养了有蛇鱼，然后有鲤鱼，你看这么胖的大鲤鱼，直接胖的游不动，然后其他都是金鱼什么的。这个池子里面啊，就全部是特别大的大鱼了。哇，非常的大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对，对了，哎，它不会跳来咬我们吧？你看，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白色的鲟鱼。可能镜头里面看起来不是很直观啊，但是你看我比一下，还有这么大，得有1.7米那么长。现在呢，我们拿出我们的水下利器 Action5啊，我们直接去水下看一下它的真面目。看一下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得到。这个水下的这种，这个鲟鱼啊，对水质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。如果水质达不到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进行生存的。也只有我们贵州的这方山水呢，才能够养育这样的水中精灵。整个鲟鱼呢，它是呈这种流线型的，脑袋非常的尖，背部呢有鳞甲，然后有点像海中的鲨鱼一样。但是呢，它生性不是很凶猛。这个中华鲟鱼呢，对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，我们前面也说过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个山主非常的聪明，直接将自己的基地呢依山而建。据他说呢，这个泉水呢是从后山的山洞中直接流到他的基地里面，而且他这个基地的修建呢非常的有意思，就呈阶梯状的，而且是大鱼、小鱼还有其他鱼这样的一个布局在这里进行饲养。这样的中华鲟鱼啊，数量之多，质量之优，在我们全国呢是非常罕见的。这个鱼池啊，它的设计啊非常的科学啊，它从上一节流水到下一节，然后再从下一节流水到下一节。你看，它在这个位置呢放置了一个隔滤网，过滤一下这个水，然后再流到下一个水之中。我们直接原路返回啊，从这边前往下面的鱼池进行参观。这个鱼池中的鲟鱼呢，更是极其的多，比上面2个鱼池加起来的数量还要多上1倍不止。如果我们在野外的河流当中啊，发现这么多鲟鱼的话，不知道一网下去能打起多少鱼来。如果是其他地方想饲养这样的鲟鱼的话，可能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。它这个地理位置呢，非常的得天独厚，所以才能够为它养殖提供这样的条件。
们这个位置的池水呢，源源不断的为每一个池子呢更新流水，让这个鲟鱼啊，它能够有足够的这样的水质来提供它进行活动和生长。可以看得到，水源十分的丰富啊，而且水质呢非常的优质，非常的清澈。我们顺着这个主干道往下面去看一下。这个水池之中呢，养的都是鲤鱼啊，可以看得到它的鳞甲呢都成了金黄泛白的那种感觉。这个位置啊是这个水池的入水口，在这个入水口的下方呢，聚集了大量的鲟鱼啊。我们用水下设备去看一下它们在干嘛。下面那个鱼池里面呢，鱼的数量更多，但是呢个体也更小一点。我们到这里从上往下面看呢，它的数量呢就非常的直观了。这些呢都是属于鲟鱼的幼体了。而且感觉它们有点像那种群居的这种鱼类啊，层层叠叠的。下面我发现一个规律啊，就是越小的这种中华鲟鱼呢，它游动的速度就越快；越大的那种鲟鱼呢，倒是懒洋洋的，一动不动的。这里呢，又是一个鱼池的出水口啊，看到，像个瀑布一样。我们沿着这个阶梯呢，继续往下面走。这边呢，也是一个这种鲟鱼的小个体的鱼池。这个鲟鱼的游动速度真的是非常的迅速啊，可能100公里加速只需要2秒多。然后这里呢就是它的一个出水口了，它整个水流通过最后一个水池呢，它就循那个管道呢直接排放到下面的峡谷之中。我们来到了它最后的一个鱼池啊，走到这个上面呢，感觉到整个人呢非常的放松，水中呢都是这样，非常美丽的水中精灵啊。我们直接可以走到对面，然后沿着那个阶梯呢，就回到上面去。这个水中的鲟鱼啊，都是乌压压的一片。这里的数量才是最多的。我们用水下的设备来进行一个直观的展示。我的相机在里面呢，仿佛都快被它们吃掉了。
们全部聚集到了这个鱼池的这一端。如果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呢，我们就不建议他来观赏这个鱼池。这里呢，这就是整个鱼池的出水口了。在下面呢，它是进行了一个简易的一个拦挡，然后养着大量的这个水葫芦，对水质呢进行了净化。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一定要去品尝这个中华鲟鱼的肉味的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鱼做好没有。我们这个老板呢，他已经在这里养了接近30年的鱼了，所以他的场地上的设施呢，十分的齐备，但是呢，也比较有年代感。这里呢还有一只泰迪，上面呢还有一只那个小小的这种小狗。可以看到这个小狗呢已经上了年纪了，比较苍老。现在呢，我们等待一下，等我们的鱼做好啊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中华鲟鱼呢就已经上桌了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肉质呢还是非常的细腻的，呈淡淡的黄色，然后再配上老板给我们配的这个3间野菜呢，就更加的美味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开始食用美食了。这干嘛？把鱼把这个干丢进去对吧？现在呢，我们的美食呢就已经品尝完毕了。很难想象，在这样一个俊秀的峡谷之上，竟隐藏了这样一个世外桃源。我们也用我们手中的镜头呢，记录了水中精灵最真实的一面。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作品呢，记得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。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